Hello， 大家好，还有新关注的小伙伴们，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聊点心里话，关于《再见爱人》第5季，关于我们去年一起追节目的那些时光，也关于我为什么这季看了2集就果断弃坑，直到现在才敢慢慢跟你们梳理这份失望和觉悟。先跟老粉们说句共情的话，去年第4季结束后，咱们是不是一起气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？那种从巅峰级的真实撕裂里感受到的震撼，还有对婚姻、亲密关系的深度思考，是我每年蹲芒果台等这个节目的核心原因。所以今年第5季官宣的时候，我跟你们一样抱着满满的期待，也写了几期视频，但是放上频道后就触碰到了版权警示，就删掉了。但没想到2集过后，我就彻底没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。不是我没耐心，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刻意感、功利感，让我觉得特别割裂。这已经不是那个能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、思考婚姻困境的节目了。后来我没再追正片，只偶尔刷到一些网友解读和节目切片，越看越清醒，越看越失望。今天就把这份清醒和失望完完整整的分享给你们，也算是对去年一起追节目的我们一个交代。其实最开始弃坑的时候，我还在自我怀疑，是不是我对节目期待太高了。直到我翻了大量网友的反馈，才发现不是我太苛刻，是再见爱人5真的丢了初心，彻底沦为了靠制造对立、收割骂声和话题赚钱的工具。咱们今天不聊那些虚的，就从大家最有共鸣的几个点，聊聊为什么这季大家都不买单了。首先第一个硬伤就是嘉宾选择的争议，人设崩塌就算了，样本还严重失衡，甚至出现了核心嘉宾退赛的大纰漏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，这季原本有3对夫妻，其中陆行因为被爆出行贿丑闻，公开的法律文件都能查到他曾向公职人员行贿，节目组没办法，只能紧急删除他的全部镜头。这一下可好，跟他搭档的邓莎直接被迫演独角戏，3对夫妻剩2对，原本的群像互动没了，叙事也断层了，看的时候总觉得少了一块，特别不连贯。剩下的2对嘉宾也完全没了前几季的真实感。何美妍和梁松这对被很多网友吐槽是表演式争吵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矛盾，家庭责任、经济控制，吵了好几期，一点实质进展都没有。还有李诗画和车重建更离谱，明明是分手情侣，却硬要上离婚综艺，男方那种冷漠的态度，比如女方4次手术他都没陪伴，看了真的让人反感。对比第4季麦琳他们那种真实的撕裂感，这季的嘉宾总给人一种为了翻红而来的感觉，完全没有婚姻样本的代表性，根本没法让观众代入。如果说嘉宾只是开胃菜，那内容单调、女性视角缺失，就是让大家彻底失去耐心的关键。前几季咱们最爱的是什么？是女嘉宾之间互相倾诉、互相鼓励的温暖时刻，比如郭柯宇读诗的那段，至今想起来都让人感动。但这季呢？这些环节全被砍了，只剩下男女无限循环吵架。何美妍反复刺激梁松的情绪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被爱。李诗画执着于用原生家庭理论剖析车重建，2个人陷入你追我逃的死循环，看得人审美疲劳。更过分的是，那些真正值得探讨的深度议题，比如煤气灯操控、经济依附，全被节目组剪成了综艺效果，把本该严肃对待的婚姻问题当成了博眼球的工具。而最让我失望的是观察室的彻底失灵。以前看观察室，不管是专家还是嘉宾，总能给出一些通透的观点，帮我们梳理婚姻里的问题。但这季的观察室，除了 Poppy 酱偶尔能隐晦地说出一些有用的问题，其他人从主持人到所谓的心理专家，还不如一个路人通透。新来的张春被大家吐槽急于输出观点，还总打断刘晴老师发言。林心如分享自己和霍建华财务 AA 的婚姻经验，虽然理性，但总让人觉得缺乏共情。剩下的老成员，比如胡彦斌，偶尔能精准点出问题，比如揭穿车重建用工作逃避亲密关系，但就靠这几个人根本撑不起整个观察室，以至于很多网友都调侃观察室的人就是和稀泥的 NPC， 完全起不到任何引导作用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根本不是观察室嘉宾的问题，而是节目组的刻意导向。最让我心痛的就是节目组对婚姻里痛苦一方、想要解决问题一方的 PUA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梁松和何美妍这对？梁松每次出现应激反应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特别难受。明明他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一方，但节目里所有人都在 PUA 他，让他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反而去美化何美妍，说他只是缺爱。还有李诗画，他也没在节目里得到任何问题的解决，同样被引导着反思自己。更恶心的是后续的舆论战，节目组完全是打着女性观众的旗号，让营销号纷纷下场骂梁松，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他身上。我看着那些乌烟瘴气的评论，真的觉得这个世界都颠倒了。明明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人在被围攻，明明是关系里的痛苦方在被 PUA， 却还要被贴上无理取闹的标签，而真正制造矛盾的人却被包装成缺爱的受害者。这种扭曲的导向不是在解决婚姻问题，而是在制造男女对立，把婚姻里的受害者逼到绝境，告诉他们你要妥协，要忍耐。除了这些，
节目组的制作也彻底翻车了。陆行的镜头没删干净，导致画面频频穿帮，节目还延期复播，复播后节奏完全失衡，单集时长从309分钟砍到136分钟，内容剪得支离破碎。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有匿名爆料说，节目组会给嘉宾发矛盾关键词，比如房贷、前任，引导嘉宾按照剧本表演。大结局更是被以强制和解，何美妍因为经济依附被迫妥协，李诗画下车不等于复合的模糊表态，被网友嘲讽是给渣男试用期。这种浓浓的剧本感彻底消磨了观众对节目的信任。说到底，再见爱人5口碑下滑的核心就是这5大硬伤：嘉宾争议、内容单调、观察式失灵、剧本化剪辑，还有最致命的价值观争议。它已经失去了前几季的真实和深度，不再想帮大家探讨婚姻里的合作与解决之道，只想着让大家吵得越凶，他们赚得越多。我知道我的频道里很多观众都是去年和我一起追《再见爱人》留下来的。我们曾经一起在节目里讨论亲密关系的边界，心疼那些在婚姻里挣扎的人，也从别人的故事里学到如何经营自己的感情。但这一季，我真的没办法再带着大家追下去了。我反感的不是婚姻里有矛盾，而是节目组把这些矛盾当成流量密码，刻意制造对立，扑恶受害者。我失望的不是节目没有完美的结局，而是它彻底背离了初心，不再想引导大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，只想着收割骂声和话题。看着网上因为这个节目吵得不可开交的男女，看着被网暴的梁松，看着被美化的矛盾制造者，我真的觉得特别无力。我们想看的是婚姻里的真实与成长，不是这种乌烟瘴气的舆论战。最后也想跟大家再聊聊我追这个节目的初心。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追《再见爱人》这类节目，根本不是为了看别人吵架凑热闹，而是想从别人的婚姻故事里照见自己面对的情感难题，想看看有没有可参考的解决范本，能不能吸取到一点成长的模式，让自己在亲密关系里少走点弯路。但这一季节目从头到尾演的都是矛盾的死循环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，只让我们看到了无意义的内耗。后来我才彻底想明白，我们观众的期待和节目组的初衷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我们想找的是答案，是成长，但节目组想的从来都是如何赚取大众的关注和舆论。毕竟这个年代，注意力在哪里，心力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源源不断的财路。也许是我们这些看戏的人终于觉悟了，也许是时代真的变了，虚假的东西装得再像，也骗不了越来越清醒的人。我们不想再被刻意引导的对立带偏，更不想被扭曲的舆论洗脑。今天跟大家说这些，不是想吐槽发泄，只是想跟我的老朋友们同步我的心情。去年我们一起追节目的时光是真的，那些关于婚姻的思考也是真的，但这季的《再见爱人》已经不是我们当初喜欢的那个节目了。聊到这，也想说说我对好婚姻的理解。我始终觉得完美的婚姻根本不存在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契合的两个人。如果想拥有一段好的婚姻，前提是我们都得是人格健全的个体，不是你退我进、得寸进尺的博弈，而是你懂我的不易，我体谅你的辛苦的互相退让。婚姻更像一场并肩作战，我们是战友，一起面对生活里的柴米油盐、风风雨雨，一起斩妖除魔。同时我们也是爱人，是家人，是疲惫生活里彼此的支撑和依靠。所以这季《再见爱人》也是让我们觉悟，节目只是一台戏，不是让你去解决问题的，让你去制造舆论冲突的。你在这个节目里不要被带跑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不是告别对好婚姻的期待，而是告别这种靠消费焦虑制造对立赚钱的劣质内容。未来我还是想和大家一起安安静静的聊聊真正的亲密关系经营，聊聊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也想问问屏幕前的你们，你心里的好婚姻又是什么样子的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